大家好，我是大国手。去年讲我男朋友骑我摩托车出了车祸，我也没钱，就纠结保人还是保车。当时很担心节目播出后网友骂我不是人，但没想到他们骂我不清醒，骂我恋爱脑。我想保人就是恋爱脑吗？那怎么才算清醒？怎么才不算恋爱脑？我得先修车，再骑着车撞死我男朋友。交警来了，问我是不是喝多了，我说没有，我现在特别的清醒。问我是不是车主，我说不是，我是大女主。说实话，本来谈了2年，感情都淡了，网友这么一骂，我就有点叛逆了，就爱，死了都要爱，不爱了也硬爱，强制爱，我超爱的。听得出来被骂还是有点不服气，到底要怎么办？我就点进一个网友的主页，有点惊讶，他说他想读厌女。我心想，你还用读吗？你早就学会了。不过我以前确实是恋爱脑，准确说是暗恋脑。大学的时候，我在微信群认识了一个网友，当时因为一些事情争执起来了，我就说他真不知道你妈怎么生的你。他说不足为外人道也。我当时觉得好聪明，好幽默，跟我简直棋逢对手，旗鼓相当，明天就结婚吧。我就加了他的微信，时不时聊几句，也不敢表白，因为我还暗恋别人。年少的我认为暗恋就像买彩票，有能力的话能买几张买几张，但我也不敢真去兑换，一是怕全部失败，二是怕全部成功。我从小到大就只敢暗恋，因为我接受的教育就是女孩子不能主动，要矜持。小学老师讲过一个故事，说有个女作家问冰心怎么获得爱情，冰心说不要找，要等。女作家等到50岁，我长大一查，冰心29就结婚了。都说从前车马慢，爱情也慢，她结婚倒是挺快。春宵苦短，我不想等，我要掌握主动权。谁成想，我刚掌权就被骂了。被骂之后，我也反思了一下自己的情感状况。我跟我男朋友是在一个文化空间认识的，文化空间也就是流浪汉收容所。他是一个西安人，是个乐手。刚在一起的时候，有一个喜欢他的女粉丝给他发微信，问他喜欢的人有女朋友了怎么办？我第一反应很生气，但转念一想，这个女生她也有追求爱情的权利。我一个新时代女性，我不能有那种大老婆打小三儿的心态。我就打我男朋友，就根据这个姿势可以推断出他长得不高，很有安全感。我一边打一边说他说不过我，就在那儿弹琴发泄情绪，弹杀死那个石家庄人。我就是石家庄人。都给我气笑了。我问他你要怎么杀，他说他要回家派兵马俑打我。真的很幼稚的一个男的，对吧？但没办法，我一个绝望的直女，谈恋爱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，要么找个男的，要么不找。我不能不找，我抗拒不了。我一个成年人，每天又苦又累，又穷又饿，我需要爱呀。就连没谈恋爱的时候，我都爱了好几个。我认为我很清醒，但现在一些网友就是认为女人不结婚不谈恋爱才算清醒。那按这个逻辑，最清醒的人是灭绝师太，他自己不谈恋爱，也不让别人谈恋爱。他的徒弟纪晓芙爱上了杨逍，灭绝就让纪晓芙去杀了杨逍。纪晓芙不干，灭绝一掌把纪晓芙给打死了。这也太清醒了，清醒死了。所以现在有人问我情感状况，我都要观察一下他的反应，再决定下一句。如果他露出那种鄙夷的神色，我就赶紧说
哎呀哎呀，我就是玩玩而已。做女人真的很难，以前要我矜持，后来又说女人要掌握主动权，我主动了又说不能谈恋爱，我就感觉旧的规训还没打破，新的规训已经建立了，我都不是跟不上时代，我就是跟不上规训，每天活得提心吊胆的，不知道明天和灭绝哪个先来，感觉灭绝明天就来。我理解有人批评恋爱脑是害怕女生在情感中被剥削嘛，但辱骂不是正确的方式呀。恋爱脑之所以会通过无底线的付出来换取爱情，就是因为缺爱。所以你真为他好的话，你别骂他，你爱他，你比她男朋友更爱他，你爱醒他。他一个成年人，每天又苦又累，又穷又饿，他需要爱呀。当然你也可以不爱，不爱，但请别伤害。我真的受不了那些规训了，我现在就想骑着摩托车撞翻他们。交警来了问我是不是喝多了，我说没有，我现在特别的清醒。问我是不是疯了，我说不是，姐们儿才是正常人。就到这儿，谢谢大家。大国手锁票通道开启。大国手为什么这次想到写这篇稿子？因为其实去年就是我觉得主要是这个被骂的理由很不符合逻辑，就很荒谬。然后本来开始的时候也想写这个会不会就是更激发网友的怒气，但是我想算了，就写自己真实的东西嘛。因为就是我还是想真实的做自己，做自己不一定会有人爱你，但一定会有人恨你。但这就是生活嘛。就现在我们很多女孩一个新的困境，就是男生会特别坦然说啊，我就是恋爱脑，恋爱太美好了。但是当你问我这个问题，作为女性，我就会本能的说，我不能说，这样显得我不够先进。所以我觉得大国手就恰恰说明了这个问题，就是我们打破了很多旧的规训，但是又有了新的规训。好，谢谢陆毅了。罗老师没有拍灯，我从上一届就开始特别喜欢大国手，但他上一届是1轮就回去了吧，第二轮第二轮回去了啊，所以我特别怕去年的情况又上演。你这个表达我是很喜欢的，但是梗的密度啊和这些有一点欠缺。反正我因为被赋予了所谓大局观，所以就没拍，但是我特别怕你第二轮就回去，希望不会。希望不会。我是觉得大国手反正就是他看起来瘦瘦小小的，但是确实像他选的这个阵营一样，他像一个毛，然后他有一种悠悠的一种锋利感，所以我觉得其实人生就是自己的一种体验和经验的累积，不管是不是所谓的恋爱脑，但是我觉得都是应该由自己去感受的。谢谢春春老师，我就很好奇，因为我对成熟女性的经验会很好奇，我就很好奇春春是不是恋爱脑。我呀，我不知道，其实我没那么，我应该没有那么的，我感觉，因为我得好好想想这个问题。有爱音乐，爱一切，这世上一切都可以爱，是不是？我说可以的。那大老师，你是恋爱脑吗？我太是了，太是按摩好吗？然后呢，就是重点什么玩意儿？我觉得说别人恋爱脑的人，首先没有脑。就是恋爱这么美的一件事情，为什么会说它该来就来了，过于盲目呢？对不对？因为真的很珍贵，为爱一个人，因为这个全世界有那么多人，70、80亿人吧，然后你只是别人看上去的其中之一，但是有一个人觉得你是唯一，哇，那是多美的一件事儿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恋爱脑这件事儿，其实我一直是反对的，就这个说法，就这种说法，我特别想听一下袅袅老师。大国手能有这么直接的观点表达，我觉得是挺惊喜的，因为我觉得，针对一些话题有更多的讨论，其实是一种我们能讲的东西更丰富了的体现。然后我觉得我也和大国手有差不多的感受，好像经常周围的人以一种管理的方式来表达他的爱，但可能我们作为一个人来说，更需要的是一种关怀和关注。再次感谢大国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。